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常看邦尼影片的朋友应该有发现，我们的桌上还蛮常出现这一台，没错，就是技嘉的 Aero 系列笔电。这一台 Aero 是从 RTX 30系列笔电端显卡登场的时候，就一直陪着我们征战各地，产出了无数的影片。而现在 RTX 40系列笔电登场啦，技嘉当然也带来他们全新的大改款作品 Aero 16 OLED 2023。没错，你们一直敲碗的 Aero 系列实测今天终于来啦！而且要测，我们就直接测热腾腾刚刚发表的新款 Aero 16 OLED BSF。可以看到，整个画风跟旧款完全不一样了，设计少了 gaming 感。从上一代开始 ，Aero 就更加 Aero， 换上了更加利落，可以融入各种使用场景的外观，而且细节处理得很好，甚至是转轴的地方都处理得不错，很漂亮的一台机器。采用了目光银的配色，但是在这个无害的外观之下，Aero 16 OLED 今年依旧暗藏了强大的效能，包括采用全新的第13代 Intel Core i9-13900H 处理器，以及大家最期待的 RTX 40系列显卡，甚至还用上了一块 4K UHD Plus 的 OLED 屏幕，规格还是相当亮眼的。不过究竟今年的 Aero 16 OLED 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技嘉的 Aero 系列主打的客群正是我们，也就是创作者系列的笔电。不过别急，我觉得对一般用户来说，它的规格定位和设计可能正是很多人的梦幻机种。首先是外观设计，从去年开始，技嘉就帮 Aero 系列换上了更加利落的外观设计。毕竟主打的是创作者嘛，多少还是对外观有点偏执的。今年的 Aero 16 OLED 在设计细节上依旧满点，整机采用目光银的配色。首先是 A 面，采用的是整面的金属上盖，并且触感细腻滑顺，而且每个边角都收得不错。不止 A 面是金属 ，C 面、D 面，甚至是转轴，全部都是金属材质。也不是我在说啊，这是技嘉在细节上真的处理得很到位。你看这个转轴的散热开孔，没有因为它在背面就简单的处理，居然是有收边的。而且全金属件做得好不好，看接缝就知道。这次 Aero 16 OLED 几乎是紧密的接在一起。代表精度是不错的，反正在我上手后，脑袋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些 CNC 一体成型的金属件成本肯定不低啊。根据技嘉的资料来看，这次的金属件采用的是 CNC 工艺，搭配上碳化物的刀具，腕刀也上了 CNC， 一整块的铝锭只有 6% 会是最终成品，精度达到毫米级别。从成品来看，公差表现也很不错。同时制造也相当耗时，一台的机壳就需要336小时的加工。总归来说，光是看这次成品就知道技嘉用心了。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Aero 依旧有着各种彩蛋，像是 logo 的地方，这个 logo 一样是有炫彩背光设计的，在插电时就会自动点亮，亮度很足。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就算你没有点亮，这个 logo 也有亮面的彩虹反光 coating。会随着角度变换，反射出不同的风格。此外，在转轴处也有 logo 的 A 字设计，甚至在触控板上也隐藏了 Aero 的 logo。总之，从上手到现在，每次看它摆在那里，静静的感受细节，就觉得心情蛮好的。好啦，外观说太多了，我们接着来看 I/O 接孔给的如何。今年的 Aero 16 OLED 接孔数量不算特别多，但创作者常用的 C 孔给的很足。首先是右侧，直接给了2个 Thunderbolt 4的高速接孔，除了传输很快之外，这2个 C 孔也可以进行 DisplayPort 的输出，将画面输出到萤幕。同时，左边的这个 C 孔相容 PD， 所以可以用来充电。不过目前测下来，这台的 PD 触发条件是比较严格的，我们手上的这几颗 PD 65瓦都无法成功触发，要换成 PD 100瓦才能正常充电。线材的话，则是需要 5A 的线才能触发。所以我们也翻了一下技嘉的资料。果然是建议86瓦以上的充电器。不过期待技嘉后续可以稍微放宽65瓦的触发条件，会更通用一些。不过至少有支援 PD 还是方便许多的，外出的时候就不用带大颗的变压器，小尺寸的 PD 充电器就可以啦。接着往下看，左边还有个 USB-C， 一个 3.5mm 音讯接孔，以及一个 microSD 读卡机，读取速度也算快。但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希望是一般尺寸的 SD 读卡机啦，对创作者来说会比较实用。没有了吗？当然还有。Aero 16 OLED 在背面放了一个 USB-A， 一个 HDMI，
并且支援 HDMI 2.1以及电源接孔，把这3个孔放在后面，必须给个赞啊！无论是充电、画面输出还是接滑鼠，都不会太干扰操作区域了。放在桌上，桌面也会简洁许多。而在重量上 ，Aero 16 OLED 的重量控制很不错，实测只有 1.9 公斤，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大概落在 2.6 公斤。但是出门的话，我更推荐带一颗 PD 充电器，也就是大概200克左右的重量。上盖一样可以单手开合，也让大家看一下地面的设计，其实开得很工整漂亮哦。底部也有比较厚的垫高胶条，帮散热留出足够的空间。接着看到 B 面的萤幕，今年 Aero 16 OLED 上的这块萤幕依旧是一大亮点，非常顶的一块萤幕。采用的是由三星供应的16寸 4K UHD Plus OLED 显示器。这边的 UHD Plus 代表的就是这块萤幕的解析度比3840×2160再高了一点，达到3840×2400。原因呢，就是 Aero 16 OLED 同样采用了最近越来越主流的16:10的萤幕比例。除了可以让萤幕占比更高，做到更接近满版的体验之外，16:10相较起过往的16:9，显示的面积就是多了一整排，拿来浏览文字、做文书作业会更舒服。剪辑的时候，工作区就是比别人多一轨，算是这几年我非常支持的萤幕设计。而 OLED 笔电我们开很多了 ，PWM 烙印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先前的开箱影片，也有推荐的设定可以参考哦。话说看到这边 4K OLED 已经是一块很顶的萤幕了吧？不，今年这块萤幕还有2个主要的亮点。第一，萤幕亮度更高。经过我们实测 ，HDR 峰值亮度有着超越600尼特的表现，并且即使是在全白画面之下，也有540尼特的最大亮度。通过 VESA Display HDR 600 True Black 的认证，以16寸的 OLED 来说，就是目前最顶的一块 4K OLED 的萤幕。并且 OLED 大家也都知道嘛，每个像素都是可以独立控制和开关，无论是对比还是显色效果，依旧是目前整体最强的选择。同时，第2个亮点。萤幕本身的体质好还不够，色准也很重要哦。这次技嘉帮 Aero 做了逐片校正，也就是每一台笔电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进行逐台校正，而不是直接套用通用的参数，并且校正完之后，就会直接将 ICC 色彩描述档内建在系统里面。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Windows 的色彩设定档里面直接调整 Adobe RGB、Display P3、Rec 709、sRGB 等等的色域设定。听起来好像很强，对吧？没有用。在帮你的频道只有实测的最准。在预设模式之下 ，Aero 16 OLED 这块萤幕达到100%的 sRGB、97%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DCI P3，的确很强啊。但重点是色准，经过我们实测，平均 Delta 1居然只有 0.75 啊！你没看错，是 0.75。基本上这个数值小于2就不错了，小于1就是真的优秀。以下我们也直接提供所有的色域选项下的实测表现，让大家参考啦。这边可以看到，这块萤幕在色域限缩之后，多少有影响到色准，算是正常现象。不过也都还在小于2的范围内，没有问题。总归一句 ，OLED 的面板 ，4K 的解析度，显色强，亮度够，色准还很扯，有料啊，技嘉。同时 ，Aero 16的 OLED 是有光线感测器的，藏在 C 面的这些开孔下面，会自动根据环境调整显示的效果和亮度。不过，如果是创作使用，我也建议在调色的时候，可以把 AI Eye Care 及设定里面的自动调整关闭，确保整个调色器用的是同样的显示设定。同时，我们也直接实测，在 Netflix 可以成功点灯 4K 超高画质以及 HDR。我觉得技嘉后续或许可以考虑加上 Dolby Vision 以及 Dolby Atmos 的支援。而在音效体验上，乍看之下，你一定以为技嘉把喇叭放在了左右两侧的开孔，没有。那是散热开孔，实际上是放在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Aero 16 OLED 给的是2颗2瓦的扬声器，低频偏少，人声听起来也有些压缩感，外放表现就相对中规中矩。音效则是支援 DTS X Ultra， 我们也实测外放最大音量，大约落在92分贝左右。对了，顶部拥有 Full HD 的视讯镜头，同时支援 Windows Hello 人脸辨识，实测在低光下也是可以解锁的。最后看到 C 面，今年整个亮色系得很彻底，银色的机身搭配白色的键盘，
键盘周围3侧有大范围的点阵散热开孔，电源键则是改到了键盘区域的右侧上方，我觉得一体性来得更好。键盘部分虽然没有独立数字键了，但是机家的传统方向键依旧是全尺寸，给个好评。键盘也有白色的背光设计。题外话，我觉得这个银色机身、白色键盘，如果还能来个 Perky RGB， 然后是浅色的灯效，应该会很赞。键盘的敲击手感也算不错，键程达到 1.7 mm， 手感上就是薄膜偏 Q。最后是触控板，有加大的设计，但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大一点。表面的涂层非常滑顺，手感很好，但在触发上会受比较大的力道，回馈的声音也有点偏大。这边我就直接按给大家听，大概像是这样子。感觉机加之后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咯。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重点——效能实测。我们手上的 Aero 16 OLED 在 CPU 部分搭载的是今年评价依旧很好的第13代 Intel Core H45 i9 13900H， 同样是 P Core 加1 Core 的大小核设计，跟 i9 12900H 一样，是6个 P Core 加8个 E Core 组成14核20指英区的架构。首先跑个 Cinebench R3，Aero 16 OLED 所搭载的 i9 13900H。在单核中拿下了2033分，多核17537分，相较起去年同样定位的机器所搭载的 i9 12900H， 单核大约有着 6.5% 的提升，多核大约提升了 15%。而如果是隔代对比，相较起11代多核提升了 60%， 比我们手上的10代 Aero 多核更是快翻了1倍，并且这个成绩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表现，都稳稳的超越了第10代的桌机平台。大家说这2年 Intel 是在踩牙膏，也真的是没在开玩笑。不过其实 i9 12900H 如果是整个放开来跑，应该也有17000到18000左右的表现。但说真的，即使如此，今年的第13代 i9 还是非常强劲的一颗处理器，游戏或是剪辑都非常够用。而在 GPU 上 ，Aero 16 OLED 所搭载的是 NVIDIA 最新登场的 GeForce RTX 4070笔电显卡。规格上 ，RTX 4070 Laptop 采用的是初登场的 AD106 核心，我们也拿出 RTX 3070进行对比。这边光看规格的话，会觉得 RTX 4070 Laptop 是有些缩水的，包括 CUDA 核心从5120个变成了4608个，记忆体也从256位元的 8GB GDDR6 变成了128位元的 8GB GDDR6， 频率设定倒是有变高。看来老黄是想要用实际表现来说服大家，没问题，我们就直接来测吧。并且 GPU 的瓦数也从上一代最高125瓦降到了最大115瓦。看来 NVIDIA 对40系列的能耗比还是非常有信心的。看回我们手上的 Aero 16 OLED， 最高频率达到1980 MHz， 瓦数部分不是满血，在 Dynamic Boost 之后最大可以达到105瓦。虽然不是满血有点可惜，不过看到这个 1.9 公斤的金属机身也差不多塞满了啦。首先来看 Sunny Mark Time Spy，Aero 16 OLED 拿下了11996分，接近12000分的表现。对比一下我们的资料库，这个成绩相较起 RTX 3070提升达到了 26%， 并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受限于供电，30系列越强的卡，边际效应会越明显。所以在同样的瓦数设定下 ，RTX 4070稳稳的超越了上一代同样瓦数设定的 RTX 3080，提升甚至达到了 18%。去年的 RTX 3080跟3070可是只有 7% 左右的提升啊，甚至105瓦的 RTX 4070也超越了150瓦满血的 RTX 3070 Ti， 非常接近150瓦满血的 RTX 3080。考虑到瓦数的关系，这个提升还是可以的哦。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手上的 Aero 不是满血的机器，比较难深度的带大家来看瓦数设定的差异。但是别担心，我们之后会再慢慢补齐的。但这样也没有不好，正是因为 Aero 是一台需要兼顾效能和轻薄的机器，我觉得更可以体现出这一次40系列在能耗上的提升。试想一下哦，虽然满血的机器在效能输出上的确很猛，
但是瓦数也是一举冲上150甚至175瓦，整个散热规模跟体积都是倍数成长。光是要把散热堆满，就能让这些机器每一台都是3公斤级距起跳，加上变压器，出门就是4-5公斤 ，PD 可能还跟不上。所以能耗比重要吗？从结果来看，这台只有100瓦的4070就可以达到过往的满血3070 Ti、3080的级距，换来的是轻很多的重量。安静很多的风扇以及冷静很多的散热，然后效能还很强，甚至大部分用户买的机器本来就不是满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很期待40系列。怪兽级的效能当然是有追求极致效能的用户依旧有好东西可以买，但是合理的目标瓦数设定才能造福到所有的用户。我觉得是我在40系列希望可以看到的好结果。一个简单的想象。光是想着我背包里面1.9公斤的 Aero 就有过去3公斤级距同样的效能表现，怎么想都会笑吧。好像有点扯远了，我们直接来看专业性能测试吧。首先测一般 4K 剪辑需求的专业性能，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一样使用 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一般使用者 4K 剪辑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这个测试主要就是吃显卡的效能，也就是 GPU 加速会是主要的影响项，并且在我们的测试中，这个项目的表现跟显卡瓦数的关联也比较低，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创作者笔电瓦数虽然也都不高，但输出的表现都还不错。从实际结果来看 ，RTX 4070最终的结果相同于3070，比3080慢了16秒，这个结果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输出的过程可以看到 GPU 是有全程吃满的。主因可能还是与 CUDA 规模缩减有关，毕竟 Premiere Pro 几乎就是专为 CUDA 而生的剪辑软体。整体来看，论纯输出的话，今年的 RTX 4070在游戏上的输出的确是强的，但以创作者来说，我觉得技嘉或许可以考虑在网上开一个4080的版本 ，CUDA 的规模也会一下从4608个变成7424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或许是个 CP 值较高的选择。接着我们实测重度剪辑。会以帮你这类高效能需求出发，测试内容包括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AE 动画、混音以及多轨剪辑，会来得更加复杂。这个测试项目因为有 AE 动画的存在，所以 CPU 效能也会直接影响结果。可以看到，在这个项目里面 ，L16 OLED 就达成反超12代 i7 加 RTX 3080，也会比桌机平台11代 i9 加桌机上的 RTX 3070来得更快。不过，若是遇上12代 i9 加3070 Ti 的笔电，4070就会有点跟不上节奏了。我觉得 NVIDIA 这一波的笔电端4060、4070甜品卡还是比较 gaming 取向的导法。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要有更大的提升，4080的 CP 值可能会更高一点。但话说回来，如果你是要拿来做 4K 剪辑、做 4K AE 动画，RTX 4070依旧是完全够用的。13代 i9 在预览上非常的顺。并且在近期的 Premiere 版本中 ，NV 和 Intel 内显都是可以参与硬体解码的，只要有抓到显卡，设定就会自动开启。同时在散热上，我对 L16 OLED 的印象真的就是冷静、安静。我们开个 Premiere Pro 连续剪辑即时预览30分钟，机身最高也只有33度左右，而且过程极其的安静。过去几年你应该很难想象，这是一台效能笔电可以做到的表现。甚至就算是不插电的情况下，要完成 4K 即时预览剪辑也完全没有问题，最高温不到30度，风扇甚至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停转。你不去看它的话，真的就是薛丁格的风扇，不去看都不知道有没有在转。总而言之，我觉得受益于40系列和13代都很不错的能耗控制，今年的笔电在效能强的前提下，体验又好了不少。即使是效能笔电，也不至于一开机就风扇狂转，体验舒服很多。今年的 L16 OLED 也加上了 MUX 独显直连，主要在 GCC， 也就是技嘉的控制中心 Gigabyte Control Center 当中开启独显输出就是了。我们这边也直接实测对帧数最敏感的 CSGO， 在 Full HD 之下，内显输出达到369帧，而在开启 MUX 独显直连之后，则是可以达到452帧，提升达到22%。MUX 对 FPS 游戏的帧数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如果是创作用途，我会建议维持在内显输出即可，让软体也可以透过内显进行解码。出门使用也建议切回内显达成省电，让续航力可以进一步拉长。
此外，今年的 GCC 同样延续了技嘉近期力推的 AI Boost 功能，也就是当你打开 AI Boost 这个选项之后，系统就会根据你的使用场景自动调节效能、省电设定，分为创作者、游戏、电源节约。并且 AI Boost 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比过往的好用许多。像是你一开启 Premiere， 系统就会直接切换到创作者模式；开游戏就会进到游戏模式；拔掉电源，系统就会进入到最大电源寿命模式。同时将 Windows 的模式调整成最佳电源效率，降低萤幕亮度，甚至自动开启省电，一系列自动调整。而在散热设计上 ，Aero16 OLED 采用上下进气、左右加后侧出风的风道设计。出风口也都能看到散热鳍片，搭配上左右两组59片的风扇以及4根热导管，整体的堆料没有到非常夸张，但应付本来就能耗比更好的13代加40系列也算够用了，应该还是考量到整体的重量控制。同时，我们有14两组风扇在极速模式下全速运转，大约是62分贝左右。但除非你是要拿来输出切换到全速模式，要不然你应该很难达到这个转速。一般使用都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散热部分，这边也直接跑 SaniMark TimeSpy 20人测试，稳定性达到 99%， 全程 GPU 温度带入在84度，而 CPU 则是控制在70度。全程最大风扇音量只有54分贝，并没有放开来狂转。我们也实际测量机身温度，这边最高温落在机身中间，达到大约 43.4度。按键区域的温度也非常可以，受益于键盘面有入风的设计，也都控制在30度以内。整体的机身温度控制都很不错哦。而在记忆体选择上 ，Aero16 OLED 采用了 DDR5 4800MHz 2条16GB， 总共32GB 的配置，两个插槽也都是可以替换的设计，最高可以达到64GB。储存空间部分 ，Aero16 OLED 总共有2个 PCIe 4.0 插槽，预设搭配 1TB 的技嘉自己的 M.2 NVMe PCIe 4.0 的 SSD， 实测循序读写分别达到7000以及4997 MB/s， 速度达标。最后，我们来测游戏效能。先暖身跑一个 Forza 5，我们直接测 4K 画质，在 4K 超高画质之下，光追预设为高，不开 DLSS 就可以跑满平均58帧。就算把画质开到最高的 4K 极端，光追设定为高，也有平均52帧的表现。4K 的 Forza 5就是舒服。接着跑一下 God of War 战神，在 2K 极高画质之下，平均达到56帧。开启 DLSS 之后，则是可以进一步来到73帧顺跑。如果上 4K 画质，平均帧数大约落在37帧，建议搭配 DLSS 进一步解放到56帧左右。接着来测一下光追也蛮复杂的 Ghostwire Tokyo 鬼线东京。在 2K 之下，如果不开光追，那在电影级最高画质之下，平均就可以达到60帧顺跑。如果要开启光追， 2K 下选择最高的电影级光追，平均33.3帧。开启 DLSS 之后，就是可以达到59.8帧顺跑。如果想上 4K， 建议选择 4K 中光追，平均15.5帧。开启 DLSS 之后，可以稳到平均53.9帧。最后是随着40系列更新 DLSS 3，大家最关注的 Cyberpunk 2077。在最新版本中，除了已经支援 DLSS 3，也时装了画格生成的功能。以实际表现来说，原本 4K 极高光追这种地狱级的测试，在 Aero16 OLED 当中只有平均2帧，而在开启 DLSS 3加画格生成之后，可以一举提升15倍，来到平均31帧。这就是这次 NVIDIA 发力的重点。不过我们还是来看比较现实一点的测试。如果不开光追，也不开 DLSS 的话，可以选择 2K 极高画质，平均就有61帧顺跑的表现。打开 DLSS 之后，更是可以达到2倍以上的提升，来到130帧。如果希望开启光追，那就需要 DLSS 来稳阵了。2K 极高光追，平均22帧。开启 DLSS 之后，就是可以达到93帧。这难道就是老黄说的4倍帧数提升吗？如果想要上 4K 开光追，虽然有点疯狂，中光追之下平均8帧，但受益于 DLSS 3加画格生成，则是可以拉到平均51帧顺跑的表现。好，先测到这里。整体来说，虽然 Aero16 OLED 还是比较偏向创作者，但想要玩一玩主流游戏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K 画质基本上都能轻松应付，光追 4K 就需要 DLSS 来稳一下帧数了。
续航力部分 ，Aero 16 OLED 采用88瓦时的电池，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中，连续播放 First 系列 YouTube 影片1个小时，消耗了15%。而在 PC Mark 10现代办公，萤幕设定200尼特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最终拿下了7小时9分。以效能笔电来说，续航还算不错，但是出门还是带个 PD 充电器会比较保险。充电部分，邦尼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240瓦充电器，充电30分钟达到37%。1个小时充满77%，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46分。最后的时间，邦尼也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吧。好啦，这期节目真的有够长，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来说说今年对 Aero 16 OLED 最有印象的3个重点吧。第一，外观设计。没错，今年的 Aero 16 OLED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代。前一代的 Aero 15 OLED 有点偏向 gaming， 上一代的 Aero 16 OLED 虽然也是简约设计，不过整体还是比较厚重的设计取向。而这一代终于等到了13代 i9 加40系列的组合，整个机身重量居然控制在 1.9 公斤。而且别忘了，这可是一台全金属的机器啊，不是靠塑胶打成的轻薄。第二，我觉得是体验。这个体验上的提升，同样还是围绕在能文能武的第13代处理器加40系列这个组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我这几年最期待的一个世代改款。因为好的本质，不仅机器变轻了，也不需要更高瓦数才能推出好效能。Aero 16 OLED 用起来的感想就是安静、冷静，够强大。最后，当然还是这块顶级的 4K AMOLED 的萤幕，亮度高、色域广、色准还强。加上 OLED 可以达到全黑的特性，对于影像创作者、摄影师来说，这块萤幕真的就是梦幻之选。就算你只是拿来看 Netflix， 心情也好。整体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到现场摸摸这台笔电啦。好，本集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看邦尼团队测得这么辛苦的份上，记得订阅支持我们，也欢迎留言给点鼓励，或是有任何问题一起讨论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